前世娘親過世後，留下我和姐姐。姐姐洛書一心想做長公主，最終如願以償被皇後撫養。結果沒想到皇後人淡如菊，只教她詩詞賦、撥算盤、騎射箭，絲毫不懂如何討夫君歡心，反而跟着妹妃長大的我通琴棋、善歌舞、经女訓，成了世家公子追捧的对象。就連姐姐朝思暮想的小侯爺也愛上了我。他母親上門時也說，是否皇後所養無所謂，最重要的是我兒喜歡。大婚前夜，姐姐攥着一把金剪闖進我房裡，燭火晃動的光影裡，她的眼睛亮得駭人。洛寧，我才是长公主，憑什麼你能奪走我的一切？姐姐含恨與我同歸於盡，以朝我們雙雙重生。在睜開眼時，我們回到了玄母妃那年。此刻我倆一左一右的站在父皇身旁，對面則是皇後。皇后，這兩個公主沒了娘親，甚是可憐。你膝下無子無女，不如你將其中一個養在身邊。朕知你身子不好，同時養兩個，怕是費心勞力。剛好妹妃她也沒有孩子，因此另一個叫妹妃代為照料便好。話音未落，姐姐已經拉住了父皇的袖子。父皇，女兒想跟着妹妃娘娘。父皇愣住了。要知道，做了皇後的女兒，往后的身份地位不是普通公主能比的，不仅能得到皇后母族的支持，也能得到皇帝的重用。他一向更寵愛姐姐，也知曉姐姐的心气兒最高。如今放着在皇後身邊做長公主的機會不要，竟然要主動去妹妃身邊。淑兒，你這是……父皇，女兒真的想好了，就讓皇后娘娘撫養妹妹吧。娘娘身子弱，妹妹性子靜，最合適不過了。父皇目光複雜的在她臉上停了片刻，終是嘆了口氣，轉頭看向一直沉默的皇後。皇後覺得呢？皇後這才緩緩將視線從窗外收回，她看向我，那目光沉靜如水。我鬆開一直攥着裙擺的手，向前走了2步，規規矩矩跪下來。兒臣願隨母後學習詩書禮儀，侍奉母後起居。聲音不大，卻清清楚楚。姐姐經過我身旁時，腳步頓了頓，她俯身用只有我們2人能聽見的聲音輕輕說：洛寧，這一世那些讀不完的書，理不清的賬，騎射留下的疤，可都是你的啦。說完，她就像怕此事還未塵埃落定一般，着急忙慌地拉着父皇直奔妹妃的雍華宮。我仍跪在原地，額頭輕觸冰涼的金磚，直到一雙素白的手輕輕落在我肩上。起來吧。皇後的聲音自頭頂傳來，平靜無波。我抬起頭，正對上她沉靜的眼睛。這一世，風從何處起，尚未可知呢。我知道洛書為何這樣說，前世她一心想做長公主，搶先撲進皇後懷裡，但進了皇後的同心殿後，她才意識到自己有多天真。皇後雖為一國之後，但完全沒有父皇的寵愛，整個大殿裡冷清至極。而皇後人淡如菊，也完全沒有爭寵的手段，根本不會討父皇歡心，每日只知潛心念佛。洛書跟着皇後被管教得很嚴格，天不亮就要被叫起來洗漱更衣，去成書房跟着女夫子學詩詞賦，回來後也不能休息。皇後盯着她學習撥算盤看賬本，一路用功到晚上。皇後還親自教授她騎馬拉弓舞劍，不知摔過多少回。洛書苦不堪言，尤其是在她每日背誦詩詞忘詞矮板子時。我在紫菱園悠哉游哉地當秋千，在她被各種賬目煩得頭昏腦脹時，妹妃領着我去踏青放風箏。在她騎馬摔跤後身體承受無盡痛楚時，我卻跟着妹妃在皇宮裡賞鶯歌燕舞。更別說我倆年紀大了，去參加京中世家公子貴女們的雅集會時，妹妃把我馴養得千嬌百媚，琴棋書畫能歌善舞，精通女訓，京中的世家公子無不對我心生愛慕，稱我為京城第一美人兒。而洛書卻無人問津，她不善歌不善舞，學的詩詞和騎射也沒到腦子裡。皇後教她的其他東西，在這種場合根本派不上用場。好在洛書至少還有長公主的身份，再說媒時佔據優勢，因此在她愛上臨安侯府的小侯爺後，不吃不喝地跪在皇後面前。母後，求您快去侯府為女兒說親吧。皇後卻絲毫不顧她的懇求，淡淡道：你如今年歲尚小，此事以後再議。況且你身為一朝長公主，卻如此痴情癲狂，成何體統？罰你去佛堂抄寫心經50遍。洛書被罰去佛堂抄寫經書時，我在雅集會上跳了妹妃教我的驚鴻舞。妹妃自是舞姬出身，這一支驚鴻舞是她的絕學，我由她親自傳教，在花雨蝶間翩翩起舞，一顰一笑，娉婷萬種，挑動着無數王孫士族的心弦。據說那一日，京城公子人人為我傾倒，京城貴女人人豔羨不已。那被洛書心心念念的臨安侯府小侯爺，更是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等洛書好不容易從佛堂裡出來時，臨安侯府求娶我的帖子已經呈到了父皇手裡。前來說親的是小侯爺的母親，她是親王最疼愛的女兒，當朝的郡主，她夫君和兒子在朝野權勢滔天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耀。最開始父皇為洛書挑選的夫婿就是這臨安侯府，可不料小侯爺卻看上了我。他笑得和善：我知道洛寧公主是跟着妹妃娘娘長大的，妹妃娘娘教授的好，最重要的是我兒歡喜。要是能求娶到洛寧公主，不知是我兒幾輩子修來的福分。洛書發了瘋。在我與小侯爺成親的前一晚，他趁侍衛婢女在籌辦大婚之際，扮成宮女來到我的寢宮，拎着油桶潑我一身。
仙島蠟燭順勢點燃，霎時整個屋子火光四溢。他未能幸免我們一同死在火海裡，又一招双双重生。這一世，姐姐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妹妃。她对我說，在偌大的皇宮裡，長公主的名分並不能掀起什麼風浪，你去跟着那個人老珠黄的死老太婆受苦吧。皇后這裡的確是有些苦的。父皇寵妃滅後，京城裡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妹妃又是所有妃嬪中最受寵的妃子，父皇你只讓她執掌後宮。皇后人淡如菊，不爭不搶，若不是母家勢力龐大，早就廢後另立了。只不過上一世我們年幼，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罷了。進了皇後的同心殿，只覺得這裡是個冰窟，一點華麗的裝飾都沒有，除了桌椅家具外，只有一尊佛像，一盞香爐。皇后閉目禮佛，在悠悠的檀香中問我：“你很失望吧？”上一世以洛書的性子，進殿時見到這一幕，一定讓他把失望二字鐫刻在了臉上。誰能想到，堂堂一國之後，失寵之後，房中的陳設還不如妃嬪。要知道，妹妃的雍華宮可是鋪金鑲玉，名不虛傳，有派頭極了。我卻只是平靜地往香爐裡添了塊沉香。母後，女兒覺得殿內清簡，人心便也敞亮。畢竟再多的金玉寶石，也不及窗邊映射進殿的陽光。此刻陽光就靜靜地灑在房間的地面上。皇後轉眸看向我，眉峰微挑，眼底閃過一絲驚愕。她沒想到我會這樣講，倒是個有趣的姑娘。她淡淡道：“也罷，我既然做了你的母後，以後便由我教養你。我很威力，教授的東西你也未必喜歡和接受。”我下跪，母後教什麼，女兒就學什麼。堆積如山的賬目在我眼簾鋪展開來，算盤架在桌前。皇後持一枚戒尺，神情冷淡：“要專注，分心超過3次，我會打你掌心。”比起诗詞賦，學看賬的確是枯燥的。每日去女夫子那裡求學挨打的次數倒很少，可能我天生對詩詞賦感興趣，便記起來會快許多。而賬目數字叫人頭痛，什麼是進賬，什麼是支出，算清楚已是十分不易，更別說從中剖析出彎彎繞繞來。我不時也會沉沉睡去，這時皇後的戒尺就會落在我手心。其實她打得並不痛，但我還是立刻一激靈。皇後收起戒尺，低聲道：“寧兒是否感覺辛勞？”我搖搖頭，頓了片刻，又點頭：“是很辛勞。”皇後眸光轉暗，我接着講：“可是我知道，這些都是我傍身的本領。以後我要是嫁去了人戶，就沒有人敢欺負我、糊弄我，我過得也會更舒暢。人生在世，難免會吃苦，但女兒寧可吃學習的苦，不想吃無知的苦。”皇後微微揚眉，她其實容貌姣好，歲月雖帶走了年華，但眉目依稀可見當年的清秀。只是現今素衣禮佛身上帶着沉沉的木氣，我很仰慕她，也很敬重她。即使她對我永遠是淡淡的，卻會在天涼時半夜來我寢殿，幫我掖好被褥，再悄悄離開，在天熱時不經意間幫我掛上香囊驅蚊。但父皇不喜歡她，平素裡極少來同心殿。這天傍晚，父皇總算來了，他每月會來一次皇後這裡，為了做面子。這一日，大殿裡的下人皆興高采烈地忙活起來，氣氛較往日歡愉許多。可父皇還沒到半個時辰，殿門外就傳來了歌聲。父皇忍不住問下人：“誰在唱？”下人道：“回陛下，是媚妃娘娘在教洛書公主學唱曲呢。”媚妃的雍華宮離皇後的同心殿有一段距離，她帶着洛書來同心殿外唱曲，便是故意做給父皇看。片刻後，媚妃帶着一陣香風徐徐走進來，她人如其名，媚骨天成，又打扮花枝招展，牽着濃妝豔抹的洛書。皇上聽見淑兒唱曲了，是不是比臣妾當年唱的還好呢？父皇眉目微舒，想當年你在浣花溪與朕出獄，唱的也是這首曲子。媚妃羞怯道：“沒想到皇上還記得，臣妾的嗓子不比當年，好在能將這些才學教授於女兒。淑兒，請你父皇去雍華宮再唱一遍如何？”洛書立刻乖巧地上前拉住父皇的袖子：“父皇，我和母妃都很想念你，宮裡還備了茶水糕點，父皇一邊吃一邊聽女兒唱可好？”他和媚妃一左一右，巧笑倩兮。不過片刻功夫，父皇已經被拉走了。皇後的同心殿只留下一地寂靜，幾個婢女難免露出沮喪的神情。皇上1月就來這麼一回，還被奪走了。娘娘，那這菜上還是不上？今晚的許多菜都是御膳房得知父皇要來，特意做的。皇后還未開口，我站起身來：“上呀，快快上齊！父皇不吃，我和母後享用便是。怎麼，難不成父皇不與我和母後用膳，咱們就連飯也不吃了？全都上齊！今日有紫藤蘿花燴甲魚吧，我最愛這道菜，趕緊給我盛上來。”婢女們被我說得振奮起來，立刻準備布菜，整個大殿的氣氛再次熱絡起來。皇後回眸看我一眼，良久少見的看她臉上浮出笑意。好女兒，是個爭氣的。自此以後，皇后便常叫御膳房做這道紫藤蘿花燴甲魚。皇上幾乎日日翻媚妃的牌子，皇宮裡有什麼新鮮事物，上好布料，上等美食，他也都先吩咐太監緊着媚妃和洛書。晌午，我在後花園碰見洛書，她譏笑得耳墜亂晃。瞧見了嗎？長公主又如何？父皇的心在哪兒，誰就過得金貴體面。皇後那個死老太婆就是廢物，你就等着她把你教成小蠢蛋吧。他用話語激怒我，想讓我在他面前傷神，而我卻神色未變，淡淡道：“姐姐，你是否知曉，戲曲兒之所以叫戲曲兒，那是戲子幽靈唱的，
媚妃娘娘現在能讓你唱戏曲來顧寵，以後只怕會作踐你更甚。剎那間，洛書臉色煞白，但不過片刻，他就笑了出來。你不過是嫉妒罷了，等着吧，往後你吃苦的地方多着呢。說完，他大步離去。可我並沒有騙他。前世媚妃也是這麼待我的，她教我唱曲，教我跳舞，讓我給父皇表演各式各樣的才藝。那時父皇登基不久，後宮的妃嬪也少，且皇后不得寵，媚妃憑借這些就已足夠留住父皇。可後來為了充盈後宮，父皇納了一批又一批年輕貌美的新人進來，這些手段就不夠用了。媚妃不得不升級段位，她給我下藥，使我上吐下瀉，在我練舞的地板上塗抹上油，刻意害我摔傷。等我病了傷了，她便去父皇那裡心力交瘁的哭訴，求父皇來看望我，想用這種手段留住父皇。那段時日對我而言猶如地獄一般。在媚妃身上，我無比清晰地知道，一位仰仗男人的愛，那注定不長久，還要搭上一生去和那些鶯鶯燕燕鬥智鬥勇，長此以往，總有栽倒的一天。而皇後，她不爭不搶，可她從未輸過。在那個冰窟式的大殿上，她雖未執掌後宮，但世家大族的妻妾來來往往，每個人都敬仰她，丁點不敢糊弄。奴婢侍衛太監更是上下井然有序，對她忠心耿耿。重生一世，要做就做這樣的人。就這樣，洛書跟着媚妃繼續學習歌舞，賣弄風姿，而我在皇後的培育下，詩詞賦樣樣精通，打點店裡上上下下，賬目核對游刃有餘。我還提出了新的要求，母後，我想學骑射、练剑。皇后怔住了。因為上一世皇后教授洛書學習管賬和詩詞，可她只進了皮毛，於是皇後又另闢蹊徑教授洛書騎射和舞劍，可她對這些毫無興致，自然未學到精髓。她沒想到我會主動提出要學習騎射和練劍。她的寢房有一把寶劍和一柄長弓，還在御馬院養了一匹汗血寶馬。從下人們的只言片語中，我拼湊出了皇後的過往。她曾是將門虎女，爹爹是鎮國侯，哥哥是驃騎將軍。皇後從小在軍營長大，15歲時就領兵駕馬，拎起寶劍擊殺匈奴，為被困的父兄押送糧草。後來父親戰死沙場，兄長在迎娶嫂子後，為了穩固榮耀，便將她嫁於父皇。只是那時的父皇還未登基，在父皇執掌天下後，通過群臣的舉薦，她便成了皇後。往事猶如塵埃，寶劍和長弓也在牆壁上靜靜落灰。上一世洛書在那柄劍和長弓上吃了很多苦，我卻覺得那是我所向往的。求母後教我騎射練劍。我看着皇後，她面無表情，於是我內心開始忐忑起來。我並不知曉這弓和劍對她而言寓意着什麼是榮耀，亦或是傷懷。良久，皇後冷淡轉身，只留下被月色拉長的身影。就在我沮喪地認為她拒絕我的時候，皇後遠遠地丟下一句話：來後院扎個馬步給我瞧。自那以後，我便跟着皇後練劍，有時還拉着我去御馬院騎馬射箭，冬練3九，夏練3伏。我學得甚是刻苦認真。冬去春來，一轉眼間，我成了大姑娘。我在湖邊練劍，劍光四溢，繞過周圍的海棠枝。片刻後，所有花茎慢慢飄下，只留下整齊的斷面切口。我知道我已經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。身後突然傳來一片叫好聲，我猛地回頭，這才發現不知何時有群人已經來到了山頭背後，是出來踏青的公子小姐。這當中有我皇兄，有各府小侯爺，也有我的姐姐洛書。不得不說，洛書確實是這當中所有貴女中最出挑的。她一襲海棠色月華裙，人比海棠豔，那些公子們都圍着她轉，不斷獻殷勤。這些榮耀是她前世從未擁有過的。然而就在她沉醉其中時，那些公子注意到了在湖邊舞劍的我。一公子從人群中央發出感嘆：海棠尋劍客，不與笑春風。姑娘的劍術超凡脫俗，如此灑脫，真難得一見。他這麼一說，其餘公子們紛紛附和，無人再理會一旁的洛書。洛書凝視着我，他目光陰沉的猶如一潭死水。那日我練完劍回宮後，剛洗漱完，門口就響起一片喧嘩聲。洛書公主的如願鳳凰瑤琴釵丟了，你們給我仔細搜羅。我擦拭着還未乾的頭髮，從寢殿走出來，和帶着一群婢女侍衛的洛書撞個正着。我冷淡道：你這般瘋瘋癲癲闖入我母後宮殿，成何體統？他冷我一眼，對周圍的人道：我的親妹妹洛寧是不會偷我物件的，對吧，妹妹？但是為了避嫌疑，少不得也要對她的寢殿搜羅一番。姐姐也是為了你好，妹妹你不會怪罪我吧？話音一落，婢女侍衛衝進我殿內，一通胡亂翻找。片刻後，有個婢女拿着釵子衝出來，大喊道：洛書公主找到了，在洛寧公主的首飾盒裡。就在這時，父皇恰巧路過同心殿，他瞧見這邊人聲鼎沸，大步走進來，朕倒要看看究竟發生了何事。眾人聽見他的聲音，紛紛跪地。父皇來到我和洛書跟前，他便哭得甚是梨花帶雨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妒忌我和母妃，更得父皇寵愛，有好吃好喝好穿伺候着，可你不應該行偷盜之事呀。說罷，他拉起父皇的衣角，這枚釵子是母妃賞予我的傳家寶。母妃今日知道釵子丟了後，連一滴茶飯都未進。父皇，你可要為舒兒做主啊！皇後的同心殿內，洛書讓幾個侍衛壓着我，父皇高高的坐在主位，旁邊是委屈啜泣的媚妃和洛書。在媚妃的言傳身教下，洛書和他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哭樣，就感覺特別滑稽。於是我笑出聲來。父皇大怒：你為何發笑？身為一國公主，卻做了偷盜之事。朕沒有你這樣的女兒，朕今日就命人將你亂棍打死。
我仰頭凝望，冷眼看着这個與我有着血緣至親的男人，絲毫不用懷疑，他真的會打死我。我雖養在皇後門下做了長公主，但她身為一國之君，子女不計其數，並不差我這一公主。更何況皇后平素裡總是對我冷冷淡淡的，皇宮裡並不覺得她對我有什麼親情可言。妹妃連哭帶喘地捂着胸口，皇上你是知道的，這釵子是臣妾娘親留下的遺物，對臣妾而言再貴重不過。皇上你可要為臣妾做主呀！縱使貴重，但洛寧公主若是喜歡，臣妾也必定雙手奉上。可洛寧公主偏偏要偷擋，這事若是傳了出去，不僅有損其他公主的名聲，更是損壞皇上您的聲譽啊！父皇盯着我良久，冷聲道：“將這個賤人給朕押到酷刑司。酷刑司裡最少的刑罰也要打30大板，一個板子下去便是皮開肉綻，30個板子下來，不死也是廢人。”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大殿外傳來一個清冷的聲音：“慢着。”皇后走了進來，每個月的今日都是她去龍佛寺的日子。往日她會用完齋飯再返回，我沒想到今日她回來這麼早。皇后徑直來到我身邊，冷淡地直視着父皇：“皇上，平民百姓也要講究是非分明，更何況這事關公主，沒有調查清楚，難道就直接上刑嗎？”父皇臉色大變，妹妃立刻哭起來：“是非曲直自然已明了，這贓物可是在洛寧公主寢宮搜到的，難不成就因為她是皇後所養，皇後就要包庇她不成？”妹妃從來不把皇后放在眼裡，這些年來父皇寵妃滅後，妹妃又執掌後宮，她一直認為她才是父皇心裡最尊貴的女人。至於我母後，不過是個不得皇上疼愛、偏安一隅、只有皇後頭銜的廢物罷了。因此，即便當面鑼對面鼓的碰上，她也毫不示弱。然而平日裡身着素衣、沉默寡言的皇後，突然轉頭望向妹妃，那一剎，她的身上迸發出無比霸氣的威儀。跪下！妹妃呆愣着，正在原地。皇後一字一頓：“上不來台面的東西，帶着洛書一起跪下。”父皇卻沒有發話，而是臉色發白地看着殿門外，那裡佇立着一排高壯的男子，他們並未進屋，只是默默地排成長龍，每個人都猶如一座沉默的鐵塔。那是皇后從將軍府陪嫁過來的府兵。往日裡，我以為他們就是普通侍衛，叫他們王叔、張叔，相處十分融洽。如今，他們全都盔甲加身，每人都是跟着鄭國侯在戰場上廝殺過的勇士。父皇神情有些發慌，他顫聲對妹妃道：“皇后說話，你插什麼嘴？還不跪下認錯？”妹妃難以置信地看着父皇，父皇厲聲：“跪下！”妹妃嚇得直哆嗦，這才拉着洛書，心不甘情不願地跪在皇後面前。但她仍不死心，舉起釵子遞到皇後面前：“皇後，這贓物的確是在洛寧公主寢宮裡找到的，證據確鑿，這是我娘親留給臣妾的遺物，市面上根本買不着。”皇后接過妹妃手裡的釵子，眯起眼看了又看，下一瞬，她直接將釵子丟在地上。什麼破爛貨色！殿內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嚇呆了。妹妃自跟了父皇，從來沒人敢這般對待她。她看着那被皇後扔在地上的釵子，一時間竟然連哭都忘了。皇後冷冷地轉向父皇：“皇上，你覺得我沈天澤的女兒犯得上偷這般貨色？”看着父皇木訥不語，皇后回眸吩咐她的陪嫁婢女袁媽媽取我的妝奁匣子來。皇後自詣心禮佛後，就極少梳妝打扮，連我都從未知曉她還有妝奁匣子。袁媽媽很快帶着2個家丁取來一個巨大的楠木盒，打開後，大殿上流光溢彩，同心殿內吵吵鬧鬧，聲音嘈雜，吸引了後宮嬪妃們前來吃瓜。父皇心納的杜妃是大家閨秀，名門望族，很是見過大世面，她不由得驚叫出聲：“天哪，這是西域貢品級的翡翠！我只在祖奶奶那裡見過這等水頭的鐲子，竟然有這麼多簪釵和夜明珠。”妹妃面容呆滯，洛書則愣愣地看着滿匣子的奇珍異寶，她的神情中有困惑，有震驚，亦有怨恨。前世她跟在皇後身邊那麼多年，卻從未知曉那冰窖式的大殿裡竟然會有這樣多的寶貝。皇後沒理睬任何人，只是向我招招手：“寧兒，快過來挑幾件自己喜歡的。”什麼？過了片刻，我才擺手，連忙回絕道：“母後，這太金貴了，我不能收。”皇後輕笑出聲：“你是我女兒，我的所有寶物以後都由你繼承。”一時間，大殿內豔羨的目光向我投來，當然也有嫉妒。洛書猶如死魚眼一樣瞪着我，他的目光幾乎要殺了我一般。妹妃已經面如死灰，然而仍然掙扎着最後一搏。皇後娘娘，我知道洛寧公主是您培養長大的，金尊玉貴的長公主是臣妾的淑兒沒法比的。您想袒護洛寧公主，沒人敢忤逆您，但難不成在這偌大的皇宮裡，長公主就能為所欲為，其他妃嬪公主的命就是賤命了嗎？皇後看向妹妃，她突然大笑起來。平素裡皇後冷言冷語時，妹妃可從未怕過她。可此刻皇後一笑，那只是一個很平常的微笑，妹妃卻生生打了個寒噤。皇後目視着妹妃，話卻是對着袁媽媽說的：“帶上來。”袁媽媽會意，轉身出去。片刻後，2個侍衛將一個蓬頭垢面的婢女帶了上來。洛書失聲道：“玉兒。”妹妃狠狠掐了洛書一把。洛書將話音咽下去，可她的身子卻忍不住的在顫抖。她心裡應該害怕極了，因為她口中的玉兒趴在地上，食指夾着刑具，血肉模糊。大殿內的妃嬪婢女嚇得驚叫起來，紛紛側目回避，唯有皇後處變不驚，平靜地說：“晌午時，袁媽媽就瞅見這個婢女在滿大殿亂竄，制造動靜，引開當值的人。
之後又出現在寧兒的寢殿內，出來時恰巧被府兵撞個正着，神色慌張。臣妾察覺不對勁，就先做主替皇上審訊了。這是記錄好的口供，玉兒已經簽字畫押，皇上可以看看。皇後輕輕揮手，袁媽媽将一份摁了手印的口供呈給父皇。皇后料事如神，知道妹妃下一步会如何狡辯，便吩咐下人堵住所有退路，以防有心之人說本宮屈打成招。審讯時，本宮特意以皇後的身份，請了後宮嬪妃們前來旁觀，他們可以作證，這婢女說的句句屬實。父皇拿着玉兒那份口供，另一只手不停發抖，瞬時一巴掌拍在桌上。他從未料想到皇后竟如此厲害。他自嫁於父皇後就沉默寡言，父皇嫌他无趣，就冷落了他，他便偏安一隅，一心待在佛堂進修，從不過問後宮之事。後來父皇就把管事大權交給了妹妃，而此時此刻，父皇才意識到這個女人不聲不響，卻有如此大的魄力，把所有事情都處理好了。他明察秋毫，提前逮住了內鬼。等風波起來時，他已經連人都審訊完了，卻又偏偏沉得住氣，一聲不吭地等待敵人主動出擊。如今事情已經鬧大，事實擺在眼前，整個後宮都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。父皇哪怕再想護着妹妃和洛書，也無濟於事了。那玉兒早就嚇得拼命磕頭，皇上饒命，皇後饒命，都是妹妃娘娘和洛書公主指使奴婢的，他們拿爹娘的性命威脅奴婢，如若不照做，奴婢的爹娘可就沒命了。父皇面色鐵青，他低頭看向跪在地上的妹妃和洛書，洛書早已嚇得瑟瑟發抖。妹妃到底薑還是老的辣，此刻梨花帶雨的看着父皇，只唱渾身解數，用盡所有綠茶之姿。皇上，臣妾服侍您10幾年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救救臣妾。皇后打斷了妹妃，直接來到父皇面前。臣妾就問皇上一句話，偷盜是大罪，按酷刑司的處置是30大板，那栽贓陷害該如何治罪？父皇不耐煩地瞟了一眼哭得幾乎暈厥的妹妃，又看向皇後，他不語，不語中是一種懇求。皇後，父皇低聲道，妹妃和淑兒固然做錯了事，但也沒到栽贓的地步。父皇話音一落，連大殿裡的下人和其他妃嬪都看不下去了。父皇寵妃滅後，已經偏心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，我犯偷盜真相尚未查清，就要送進酷刑司。妹妃和洛書栽贓陷害證據確鑿，卻想飄飄然放過。看熱鬧的人群都露出氣憤的神色，只有皇後臉上依舊無波無瀾。她淡淡道：哦，原來皇上是這麼想的。不等父皇張口，皇后已然轉身扶着袁媽媽的手就要往外走。臣妾原本想着家醜不可外揚，指望着皇上在後宮就能公道處理，可如今看來，皇上忙於政務，忙昏了頭。既然如此，君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那就將此事散播出去，讓全天下的子民都知曉這一事，讓全天下來評評理。話音未落，父皇臉色霎時血色盡失，他大喊：攔住他！大殿裡的侍衛一窩蜂地圍上去，想要攔住皇後的去路。然而皇後掀了掀眼皮，府兵們立刻上前將她護在中央。他們是真國侯的舊部，認皇後不認皇上。普通侍衛在這些鐵塔式的府兵面前嚇破了膽，不自覺地退讓開。父皇現在還要仰仗皇後的兄長鎮守邊疆，也不能對皇後輕舉妄動。眼看着皇後就要走出殿外，父皇終是沒了辦法，他捂住臉發出一聲悲鳴：來人，將妹妃和這個不孝女一起押到酷刑司，給朕往死裡打。月明星稀，我扶着皇後路過酷刑司時，裡面傳來一聲聲妹妃和洛書的哀嚎聲。皇後停下腳步，淡淡道：寧兒心裡是否在笑話母後？明明有看家本領，卻不爭不搶，過得如此窩囊。我真誠地看着皇後的眼睛，母後不爭，是因為父皇不值得您去爭。靜默了一瞬，我又說：但是母後如果心有所屬，還是應該搏一搏的。皇後的表情突然怔住，夜寒似水，月光灑地。良久，我聽到她微微一聲嘆息：你知曉了。是的，我知曉了。這些年，我跟着皇後去城西龍佛寺上香，總能見到一個僧人。那僧人總身着一襲藍黑色僧袍，眉眼卻如雕刻一般，人們管他叫澤一大師。有人說，澤一大師曾是這京中最出眾的少年將軍，當年一襲盔甲傍身，意氣風發。他與皇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。那柄寶劍和長弓，還有那汗血寶馬，都是他送與皇後的定情信物。阿澤，等我回來就迎你進門。而那一次出征20萬大軍葬身西域，少年將軍也沒有再回來。皇後想一死了之，可最終沒能如願。她嫁作人妻，那人便是當朝天子，從此形同一截心如死灰的槁木。殊不知10年後，少年將軍卻活生生回來了。他從修羅地獄裡爬了出來，拼着一口氣想再見一見心愛的姑娘。得知所愛之人已嫁作人妻，少年將軍便沒有打擾。他在城西佛寺剃度出家，從此法號澤一。這一切都只是傳言。我在龍佛寺親眼看見皇後與澤一大師相見，二人遙遙行禮，不糾纏，不遺憾，仿若兩個陌路人。如若不是聽過那些傳言，沒人會覺得他們是故交。只有一回，皇後病重，高燒暈厥，任全京城醫術最好的御醫開的藥方子都無濟於事。父皇在妹妃宮裡逼女去請了幾次，都被妹妃的人攔了下來。袁媽媽急得滿頭大汗，她握住皇後的手：奴婢叫他來好不好？叫他來。我站在一旁捧着藥碗，幾乎在瞬間明了那個他是誰。把藥碗遞給袁媽媽，我騎着皇後的汗血寶馬衝出夜色，直奔城西龍佛寺。澤一大師來了。
沒有進皇後的寢殿，只是在隔壁的佛堂敲了一整夜的木魚，念了一整宿的經文。皇後在昏睡中聽着木魚和經文聲日漸好轉，隔着一堵牆，她知道他在陪她，她知道這時他們的心在一起，無需見面，自有相同的月華灑在他們身上，印刻在他們心底。此刻皎潔的月光下，我握住皇後的手，母後，有些事，有些人，您認為已經晚了，但其實恰是時候啊。他目光瞥向光影處，若有所思。媚妃和洛書在禁足1個月後被釋放，父皇偏心，嘴上說是打30大板，卻每一板都注了水。媚妃和洛書當時叫喊淒厲，結果不過才10日就已恢復如初。在御花園再見時，洛書春風滿面，笑容得意忘形。你瞧，整個皇宮乃至天下，都是父皇說了算。消息傳到皇後這裡時，她正在桌旁捯饬瓶中的花枝。聽到袁媽媽的稟告後，她揚起眉角，卻默然無語，只是伸手剪斷了一支盛開的最耀眼的鹿酒。她撥弄了一番修剪完的花枝，轉頭對袁媽媽道：“都扔了吧，這花看似耀眼，實則撐不了多久。”袁媽媽道了聲是，吩咐婢女們把花搬了出去。其實我們都知道，皇後這麼多年不除掉媚妃，是因為父皇配不上，讓她髒了手，而現在她連父皇一起都要扔了。往後的日子看似平靜無波，皇後開始教授我更深的東西。她帶我巡田莊、巡鋪子、巡學堂，讓我親眼見她如何打理浩大的產業。而我在巡查過程中，發現這些田莊、鋪子、學堂的主人，全是皇後自己，和皇宮沒有一點關係。在我朝，女子出嫁前的財產都是父兄的，出嫁後哪怕做了高門主母或是進了宮，所有收入也都要充公。屬於女子獨有的財產，只有一份嫁妝而已。皇後在這幾10年間，將她的嫁妝擴大了無數倍，打理成了專屬於自己的一份產業，並且她用賺的錢財開辦女子學堂，讓普通人戶的女子也有求學的機會。我臉色煞白，皇後瞥我一眼，嗤笑道：“看您兒這副單純模樣，真以為本宮這些年除了抄經念佛，什麼正事都不幹？我們做女子的，錢和愛總得占一樣。我已經失去愛了，如若不多賺錢，那不真成了媚妃口中的廢物皇後了？再說本宮所賺的錢財開辦女子學堂，救濟困苦勞民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豈不美哉？”我忙不迭地連連點頭，並驚訝地發現皇後似乎變了，不再像往日的暮氣沉沉。我跟着皇後學習致富秘訣，幫助愈來愈多困苦人民的時候，洛書那邊也沒閒着。伴舞舞姬和梨園子弟們猶如流水一般出入媚妃的雍華宮，歌聲琴聲不絕於耳。我知道是洛書在學驚鴻舞，她樣貌生得越發美麗，花容月貌，常年練舞，讓她身姿輕盈柔軟。一同參加世家公子貴女們的聚會時，公子們紛紛稱讚她為京城最有才藝的美人公主。他們也曾被我的劍術所傾倒，但很快覺得我性子不柔和，更不願意舞劍來取悅他們。洛書可不同於我，她多才多藝，又愛顯擺，世家公子自然歡喜。公子們感嘆：“洛書公主真是才貌双全，難得一見的美人啊！不知何人才配得上這麼高貴嫵媚的公主？”更有甚者，將我與她做比較。同為姐妹，這長公主性子實屬無趣，也無才藝，枉她還是皇後殿裡所養長大的，如今竟半點兒比不上洛書公主。每每這時，洛書總會出來插幾句：“長公主才藝可多着呢。”撥算盤、騎馬、拉弓、舞劍，指不定人家想做個英勇神武的女將軍呢。說罷，他便和人群中的公子小姐們笑作一團。不久便到了京中雅集會的日子。洛書勢在必得。前世我在佛堂抄寫經文，你在雅集會上搔首弄姿，自那以後，小侯爺便被你蛊惑住了。可這一世我有那麼多才藝，母妃的驚鴻舞，如今在我這裡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試問長公主，你拿什麼來和我爭呢？我面無波瀾，拿着劍舞着。看在我們姐妹一場的份上，我給你個忠告，別跳驚鴻舞。洛書嗤笑着揚起嘴角，你果然怕了。他志在必得的離去，在他身後，我放慢了舞劍動作。我給他忠告了，至於他是否採納，也與我無關了。雅集會那日，水榭亭閣，各位世家公子貴女列坐席間，臨安侯府的小侯爺魏於白坐在其中。他一襲白色長服，翩翩公子玉樹臨風，眉眼俊朗的讓人挪不開視線。雖一襲白袍，但絲毫擋不住他眼底的殺氣和冷酷。雅集會進行到一半時，隨着絲竹琴聲響起，洛書一身粉白輕紗舞衣現身亭閣中央。他步履輕盈，甩動紗袖，身姿曼妙，千嬌百媚，這是媚妃的絕殺利器。他深信不疑，整個天下的男子若是見着此舞，都會為之傾倒。如他所料，座上的公子們皆露出無比痴迷的神情。然而隨着最初的悸動消散去，這些世家公子開始大眼瞪小眼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他們的神色由最初的痴迷到疑惑，再到驚訝，最後轉為惶恐。洛書還自顧自地舞着，根本沒注意到這些。一舞完結，他盈盈欠身，此舞乃驚鴻。他以為會有掌聲雷動的喝彩聲，然而席間了然無聲。隨後一個公子站起身，各位對不住，本侯還有事，先行一步。立刻有公子跟上，我與兄台同去。顷刻間，其餘公子貴女紛紛離席，仿佛怕晚走一步就會掉入萬丈深淵一般。洛書呆愣地站在原地，他不知曉其中緣由。滿閣的人群中，魏於白是最後一個離席的。他靜默良久，起身往洛書走去。素來冰冷的他，眉梢第一次顯出柔和的神情。洛書心口小鹿亂撞，又連連後退。
小侯爺。然而下一瞬，魏于白掠过了他，他就这樣熟视无睹地與他擦身而過，徑直走到他身後我的側旁。我們好像在哪兒見過。魏於白並未重生，他僅是對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然而即便僅有一絲的熟悉感，也足夠讓洛書羨煞不已。尤其是他絲毫不知道，他練了那麼久的驚鴻舞完全沒有預料中的效果。我一回到宮裡就被他一把抓住，到底是為什麼？是不是你提前做了什麼手腳？難不成你背着我偷學了此舞，提前給他們看過了？他想扇我巴掌，我一把拉住他懸着的手。下一瞬，殿門外突然傳來聲音：皇上駕到！父皇帶着一隊侍衛悻悻而來。父皇指着洛書，手在顫抖：来人啊，給朕把這個混賬捆起來！洛書被侍衛們按住，他拼命掙扎，哭得很是委屈。父皇，女兒做錯了什麼？從娘胎裡下來，父皇就溺愛洛書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皇如此可怕的神色。你還有臉問？父皇的眉角都在顫，瞳孔因為劇烈的憤怒而微微放大。你作為一國公主，在雅集會拋頭露臉，跳了什麼玩意兒？洛書嚇破了膽，結結巴巴道：驚鴻舞。他心心念念準備了許久的驚鴻舞，學得爐火純青，他以為就能奔向愛情的康莊大道。可他不知，父皇的母後當時就因跳了驚鴻舞而被打入冷宮。祖母是亡國公主，國破家亡後被先皇強行納進後宮，但他對先皇恨之入骨。驚鴻舞是祖母他國的國舞，在一次酒宴上，他跳了此舞，目的是想告誡先皇及所有在場人員，他的母國有朝一日會復國回來報仇雪恨。也因此，祖母一生被囚禁在冷宮，但先皇也沒有下旨明令禁止驚鴻舞。坊間煙花之地的那些女子們仍然能跳此舞，可洛書她作為一國公主，她的一舉一動不光代表着她自身，更關乎整個皇族的顏面。一朝公主在本該輕彈詩詞歌賦的雅集會上，卻當眾奏樂跳驚鴻舞，往日也就罷了，如今聽說邊境動盪，戰亂不斷，祖母的母國似乎有崛起之勢，父皇再寵溺她，終究是保不住她了。洛書被禁足罰跪7天7夜，我去看她時，她形容枯槁，往日花容月貌的臉龐，如今卻瘦得顴骨突出。她沒發現我，像精神失常一樣對着桌子呢喃：你們快去告訴父皇，他冤枉我了。這支舞是母妃教我的，如果有不妥，母妃怎會不知曉？我走進去，低聲道：媚妃娘娘或許真的不知曉緣由，她只是個坊間出身的舞姬，靠着美色和諂媚的本事，被大臣獻給了父皇，但也從未在父皇面前跳過驚鴻舞。再說，她出身低微，眼界到底是有限的。又或許，媚妃娘娘其實是明了的，但她需要賭一把。這些年來，她的賭鬼父親輸掉太多的錢財，如今欠了巨額債務。她如果不填補窟窿的話，他父親就會來宮裡鬧，他所有糗事都會被翻出來。到那時，他顏面掃地，不僅會失寵，還可能會被打入冷宮。所以他想讓你嫁入高門，幫他彌補虧空，成為他的依靠。我派人暗自調查過媚妃，她不僅是舞姬，沒進宮前還被他家父賣到青樓做過娼妓。可這是父皇根本不知曉，一旦東窗事發，他的天就塌了。洛書呆呆地看着我，良久，他搖着頭，灰頭土臉的喃喃細語：不對，不是這樣的。上一世你明明也跳了，可為什麼你跳了驚鴻舞就得到了魏於白的愛慕？我憐憫地看向他，終是一字一頓地吐露真相。姐姐，你有沒有思考過，魏於白愛慕我，其實壓根兒就不是因為驚鴻舞。上一世我不情願跳驚鴻舞，雖然跟着媚妃長大，但我只要有機會就去學堂旁聽。我知道了有關驚鴻舞的一切傳言，我還不時女扮男裝去坊間走訪，偶爾也會聽見黎明在茶餘飯後談論。我知道一旦跳了此舞，不但會淪為全京城的笑柄，更連父皇也不會放過我。但媚妃逼我，她拉起我的手：明兒，你父皇又招攬一批新人進宮，這宮裡眼看就快沒有咱娘倆的容身之所了。你信我，只要你當着那些世家子弟跳了此舞，總有人想娶你的。你如若不跳，我就讓你父皇派你去和親。我仍舊一副拒絕姿態。然而媚妃捆了從小與我一起長大的婢女，用她的性命來要挾我。你不跳也罷，那活着也沒啥意思，倒不如將這幾個婢女一併處死，讓他們為你陪葬如何？我請求媚妃釋放婢女，答應了她的要求，在雅集會上跳了驚鴻舞。在我跳這支舞時，父皇並未懲罰我，因為在跳此舞前，私下裡把這舞裡的很多動作走位都稍有改動。當然，魏於白也並非因為此舞愛慕我的。剛開始，他認定我只是個為了諂媚男人自甘墮落的公主。後來，在跳完此舞後，我沒有與任何一位公子搭話，而是獨自去了後園。魏於白來時，看到我在牆上寫詞，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在寫下這首詞後，我一躍而進荷花池中。那一刻，魏於白才意識到，驚鴻舞的背後居然有一種說不出的苦衷。他救下我，隨後鎮壓了在場所有的公子小姐，切勿將我跳驚鴻舞這事宣揚出去。我為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，送了他我親手繡的荷包，裡面放着我在寺裡求來的平安符。他還作為回禮送了我文房四寶。後來他帶着我給他的荷包，在戰場上大殺四方。我用文房四寶在他的後方寫下對他的相思。最終敵軍節節敗退，魏於白連連戰勝。歸來後，鳳冠霞帔，3書6禮求娶於我。那婚帖上寫着：吾親慕汝已久，願聘汝為婦，托付終饋，嚴絲綿延，終老一生。
可我們未能永結同心。前世魏于白戰勝歸來，就在我們成親的前一晚，我被大火燒成焦炭。成親那日，百戰百勝的臨安侯小侯爺走出魏府，跌跌撞撞，背影如同一隻喪家犬。人人都知曉他的未婚夫人死了，於是媒婆在他府上來來往往，勸他節哀順變，再納新人。魏於白趕走了他們，然後渾渾噩噩來到城西龍佛寺。龍佛寺有3000級台階，他一階一階地磕頭而上，點燃長明燈。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去也終須去。對着滿殿神佛叩拜一下又一下，求神明庇佑我，給我一次重來的機會。他磕得頭破血流，淚眼模糊，直到一襲藍黑色身影在他面前停下。僧人垂眸凝望着他，神色悲憫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也罷，貧僧成全你。魏於白並未告知我，這些是澤一大師告訴我的。那日他為皇後敲了一整夜木魚，念了一整宿經文，在離開皇宮時，對着送他的我笑了笑。施主，貧僧的苦在於生離，那位求你重生的人，他的苦在於死別。我佛慈悲，好在如今你們有重來的機緣，請務必珍重。月色下，澤一大師向我作揖，他深知他的愛求不得，但仍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。此刻，我望着呆愣的洛書，輕聲道：“你明白了嗎，姐姐？所謂的琴棋歌舞女訓，博得的不過是一時之歡，而真正的愛，從來都不是表面的東西。它需要2顆心惺惺相惜，2個人相知相許。我與魏於白結緣，或許是因為驚鴻舞，但他對我的愛慕卻與這無關。無論你如何做，他都不愛你，也並不是因為其他緣由，只因你不是我。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便不會被皇後所撫養，更不會知曉澤一大師的故事。所以這一世我的幸福，全要多謝姐姐的成全。”洛書瘋了，他在夜幕降臨後奮力逃出進駐他的小屋，而後來到雍華宮用被子捂住媚妃的口鼻。我原本以為兩世糾纏，他最痛恨的人是我，到頭來才知他恨入骨髓的人是媚妃。前世臨安侯府來求娶我時，媚妃跑到皇後的同心殿耀武揚威。他說他是父皇心尖線上的人，而他的女兒也要比皇後的女兒更爭氣。宁兒跳了我傳授與他的驚鴻舞，還會琴棋。小侯爺對他一見鍾情，不是本宮誇口，誰學會了他，誰就能贏得天下所有男子的愛慕。跟着皇後的洛書聽到這話，信以為真，由此產生執念，成了魔。這一世為了學到歌舞琴棋，他從小到大忍受着媚妃的種種利用，事與願違，最後卻落了一場空。洛書和媚妃廝打一團，翻倒了燭台，烈火灼燒，火光衝天。昔日裡金碧輝煌的雍華宮卻成了一堆灰燼，媚妃和洛書也殞命於此。自此，父皇在雍華宮的廢墟上再次修建好宮殿，取名迎春殿，把新納的妃嬪黎妃安頓進去。他整日得意洋洋地說：“別怪皇上寵我，我的歌喉可是全京城最動聽、最悅耳的，誰能與我媲美，誰便能抓住全天下男人的心。”這宮裡的勾心鬥角再與我無關了。半年後，我順理成章嫁於魏於白。出嫁那日，我鳳冠霞帔，拜別父皇母後。母後靜默良久後，輕聲道：“寧兒，你要一生快快樂樂、平安順遂。”那是他前半生未得到的東西。在我出嫁後，皇後請求父皇廢後，父皇大為震驚，但他本就想廢後，皇後主動提出，再好不過。皇後終於離開了那吃人不吐骨頭的後宮，她用自己的存款在城郊建了個小院。昏庸的父皇將新納的美人立為新的皇後，可不久，後宮的鶯鶯燕燕就亂成一鍋粥。他們為了懷上龍胎，便每夜都讓父皇喝鹿血，暗地裡各自又心懷鬼胎，打胎被刺，比比皆是。邊境國事動盪，父皇心力交瘁，身體每況愈下，後宮又勾心鬥角不斷。皇後在宮裡時，雖他未執掌後宮，但妃嬪們竟為他的威嚴不敢生事端。但他一走，新上任的皇後，其他妃嬪不屑一顧，父皇沒辦法，又得厚着臉皮找到皇後，想讓他執掌後宮。皇後，過去是我不對，我後悔了，不應該廢後另納新人。前塵往事盡數抵消，你跟朕回宮吧。皇後依舊冷淡回絕了父皇。父皇臉色鐵青，他深知理虧，想發作又發作不出來，悻悻回了宮。父皇回宮後不多久，駕崩於迎春殿。三皇兄登基，遵從父皇遺囑，國葬連同迎春殿在內的大部分嬪妃都要陪葬。父皇葬禮，我借故未去參加，而是跑來皇後這裡。在他的小院中，仍舊是一頂香爐，一尊佛像。他依舊淡淡道：“怎麼這麼沒有規矩？那到底是你父皇，你連國葬都不去參加？”我不以為意。誰愛我，誰才是我的血肉至親。當初為了一根釵子，就準備亂棍打死我。女兒心裡早就沒有這個父皇了。我把皇後這裡當做了娘家，過些時日便會跑到皇後這裡。她是我再生娘親。她對我道：“講講你在臨安侯府的近況。”我像個被夫子拷問功課的學子，半點不敢掉以輕心，垂手匯報道：“自我進了臨安侯府，府裡大大小小的事務處理得游刃有餘，商鋪宅邸鋪面每月清點一回。我與侯爺商議後，也開辦女子學堂，救濟貧困勞民。”我自認為交出了一份不錯的功課，皇後卻悠悠道：“誰問你這些了？”皇後長舒一口氣：“這些我教授你的東西，自然知曉你學得很好。我放心不下的是那些我沒教授過的。”我頓時明了，臉頰發燙，慢吞吞擠出幾個字：“他對女兒很好，女兒和他在一起很幸福。”
皇后終於滿意的笑了。她曾告訴我，錢和愛，我們總要佔一樣，並且要有憐憫之心。如果有能力，要做有意義之事。現在我都有了，錢與愛，還有名聲。出門在外，黎民百姓都說我是大善人。當然，我與娘親一樣，我們做這些，並不是想給天下人證明什麼。我們深愛着我們的國家，即使父皇不愛我們，但我們依然希望國家越來越好，黎民百姓能安居樂業，女子也有與男子平等的機會，求學識字。他望向窗外那裡，有一只白瓷玉瓶，裡面插着一支怒放的紅梅，夜色漸濃，月光如銀，有藍黑僧袍的人影背着花鋤，將新鮮的梅花送來。月色下，他長長的行禮。透過窗邊，我望向那只含苞待放的紅梅，依稀看到了當年意氣風發的少男少女。阿澤，等我戰勝歸來，我們就成親。好，別讓我等太久。其實久一點也沒關係，因為真愛抵萬難，無論世事如何變遷，相愛之人總會再相逢。兜兜轉轉，原來你也在這裡。